打出平时就是该有的实力的。一定的。来看一下双方的第2局 BP， 因为是同级别赛道队伍的一个比拼，所以两队是不存在挑战者祝福的。对的，就是说白了硬实力嘛。嗯，但也期待一下这一把两边就是能够掏出什么样的体系以及英雄。HBSE 上来是选择把这个猫给处理掉了，用过了就搬了。对，苏烈也处理掉了，哇，2个强势点。这对于他们的理解就是这2个英雄用掉了就要搬掉，就如果给到对方的话，其实压力是有点大的。他们也非常看重这2个英雄。盾山。那这个盾山选出来的话，三杰队得考虑一下，就是曹操和就是孙尚香要拆掉了，如果不拆的话，哎，选一套鲁班大师。大师来了。那这样孙尚香加曹操全部都放给对面了。对，因为盾山这个英雄，他们的版本也是没有的，也要短时间之内去练的。但其实主要看这个大师要去搭什么样的射手。就如果去正常搭鲁班7号的话，那其实我觉得三杰队他们这边有点拖。一旦 HBSE 这边给到他们很强力的就是压力，其实他们有点难拖起来。狄仁杰加曹操，他没有选择孙尚香，也没有选择艾琳。就狄仁杰选出来是为了去打对方的这个鲁班大师的，然后加上这个鲁班7号。是的，其实是好打的，说明他们从选人的这一刻开始是非常有自己的理解的，而不是公式化。对，而且这个盾槽其实面对到对方也能切也能打，这盾槽原本强度就很高，就包括前面的挑战者的祝福，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队伍就是很喜欢拿盾，然后再补个曹操啊，要么就是孙尚香之类的英雄。那看一下后续的班位，藏界队这边搬掉火舞。火舞处理掉了，因为害怕这个火舞太过于灵活。哇，同时这个哪吒也处理掉了。因为哪吒也是 Musanking 比较擅长的英雄。对，而且这个哪吒切这个大射很好切，就是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嘛，飞进去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收掉了。狂铁补一下强度，如果在后面2楼的话，三杰队这边不补强度的话，有点容易被直接平推，所以说尽可能把这个狂铁补出来。在5楼的位置，他们依旧是可以，要么选择去野河，因为整体输出量是够的，然后河也比较大，所以说又可以补一个野河或者是一个坛野都是可以的。HBSE 最后2手就直接杨玉环加上夏侯惇了。看一下站边，哇，太扎实了这老虎。那这个就是很常规的老虎加一个狂铁嘛，上半图，然后下半图鲁班父子，然后中路一个女娲去往后期去拖。来都来了，5局打满再走嘛。对啊，我们挑杯大家也是非常不容易，在年底的这个时间有机会齐聚一堂，在比赛上面展现自己的实力的时候，肯定大家也都想多看看，选手也想多打打。单败嘛，就这一场就有可能会有一支队伍会淘汰，还是会比较遗憾的。所以在场上尽量的要发挥出自己最强的实力，不留遗憾。对，但这一把恐怕 HBSE 给到三杰队下路的压力也是很大的。这把他们其实这个阵容的回复能力是比较强的，有杨玉环、夏侯和曹操，就是拉扯能力不错。就是怕就是三杰队这边发育路有可能就是顶不住对方这个强压。因为这个狄仁杰加上一个盾的话，这个线上的强度是特别高的。这把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桑杰队的前期处理情况了，因为他们是拿了比较偏后期的女娲和7号，是要保这2个人的发育的，尤其是鲁班7号，是这个阵容后期输出的关键。一旦团战塌倒了，这个阵容的输出量是不够的。
HBSE 这把应该是要正常情况下起节奏平推，就是延续上一把的那种节奏。平推节奏，对我发现他们真的，打运营的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，这在全球赛道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思路。大家基本上之前都是拼打架嘛。但这样的一个 HBSE 也是让大家觉得看点满满。好，进入比赛，蓝色方 HBSE， 红色方桑杰队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常解说琪琪。大家好，我是雨雨。不过这个开局，盾是选择哇，果断的换线去追对线的，这个是预判了对方一个换线。哇，这个太灵活了。这个能猜到也真的很厉害。是。我预判了你的预判。是这一波。桑杰队一下子就亏大了，原本是想规避掉一个对线，结果这一换，对方也换掉了，那这个是挺没招的呀。天山依旧是要被压，看一下这个劣质。哦，被 HBSE 这边给拿到了。对的，而且消耗是把鲁班7号直接打残了，打到一个半血。然后下路曹操的话，他其实只要慢慢发育就好了，你前面打不过这个。黄铁是正常的，但这把张杰队的话，尽可能他要考虑的是老虎这个点多去带一下这个狂铁，然后把曹操这一条路给打开，因为夏侯这一把不一定帮得了这个曹操，一旦帮助不到这个曹操的情况下，那就是三杰队这边就是很舒服的能把曹操这条路给打穿掉。因为上路位置已经裂了，你下路位置不能让狂铁再裂了。双线裂的话，中期野区就很危险。这个压力，这老虎来了。然后也是看到了萧杀的第一视角，刚好这个红损可以直接收下。这把也比较看萧杀这手女娲的支援了。其实这夏侯惇，我们看他的位置一直是卡在中轴的这个位置左右，就他不会跑得太远。继续来吃对面的劣质，拿到鲁班7号的压力好大。上路一直在被压着打，下路位置 JR 是在抗压的，选择了对拼了一波，开启大招也回复，空气2个人刚好夏侯来了，但是老虎也比较灵活跳走了。哇 ，HBSE 这个他配合的其实挺默契的，曹操刚好卡好这个状态啊，对，撞好了，很精准。对。然后刚好夏侯第一时间能够锁过来，这波要是再精准一点啊，是有机会能够就是击杀掉对方的。全球赛道队伍真有说法的，真厉害！第一局打完，直接给我们全圈粉了，全部都这一把看好他们了，就给到我们的期待值实在是太高了。本来第一把是桑杰队给到我们期待更高的，因为。他们是主播赛道的亚军，且有3个补强的位置，虞姬、夜雨和小雨。上路射手位置开始单挑了，下路断线。这确实是没办法，狂铁这个英雄的前期强度是特别高的。女娲来支援一波大招，直接把狄仁杰打残。这一波是三杰队这边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，压了一波狄仁杰的状态，还好是这个塔下有个血包，能够回一点。上路虽然7号抗压，但是他并没有亏太多。没到时间呢。要到4分钟。4分钟后，对，因为他前面再怎么压，毕竟防御塔是有那个机制在的。保护机制。对。把线卡住。这波卡线可能会导致上路压力比较大呀。对，女娲直接支援上来了，往上啃。2打4交闪现，被鲁班大师拉回来一个盾山。夜雨的裴擒虎拿到第1滴血。这个在这个时间点卡中线，就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但是他们第一时间选择打龙，止损做的挺好的。是。这条龙拿下来之后，那上路的这个上路压力还是非常大的。三杰队这边可以考虑反推了。狄仁杰没回，等到盾山复活出来。本来要起4分钟平推节奏的一波，被桑杰队突如其来的包上给打乱了。但其实那一波 HBSE 他们应该是可以就是猜到的，就是其实挺明显的，因为在中轴你的位置就是你们
中野是选择卡线、卡中线的情况下，那其实正常情况下双边一定是会有压力。对，而且一定是往后缩的。对，而且还是明着视野去卡住线。是的。上路站位当时都已经过河道了，快，也挺危险的一个站位。其实这一波桑杰队一下子就把这个节奏给打开了，能拖。桑杰队这边不是着急的，他们拖这个鲁班7号的发育，挺舒服的。而且包括这一把的黄铁打到后期塔度也特别高的。现在雨季狂铁的经济稍微压了一手 JR 的曹操。那个狂铁确实也是雨季的招牌英雄。对。下路位置放了，两边换塔换节奏。是。来中路一波还被打残了。但经济没有掉特别多，还行。下路有龙，直接推2塔。这波桑杰队的处理非常好，节奏更快一点。队友把位置也都卡住了。啊，这2波刷完之后，老虎其实是有点起飞的。对。下路连吃了2波线，单发育了一波。就狄仁杰这一套，一旦他推不起来，其实是挺难受的。是的。他很吃这个推进的节奏。他第一波推进节奏因为卡中导致他上路位置盾闪死了，这个第一波节奏过去了。他现在想要去打推进节奏，这个经济有点不够。对，而且他们换线就是会导致一个问题，就是暴君这条就是刷在下路，然后他们射手是在上路，就是只能选一个。就不能像正常情况下，就是你同时兼顾暴君的同时，还可以去把下路给推了。这把我就觉得 HBSE 这套阵容的熟练度可能没有上一把那么高了。开奔狼直接往上冲，看能冲到谁？想冲鲁班7号，找到鲁班大师，先锁上去。鲁班大师大招拉，但是解控了。但是这鲁班7号跑得有点快呀。对，没开到他，安全距离拍起来3个，但是后排能跟得上吗？狄仁杰这边后面一直在跟普攻，但是现在伤害有点不够啊。夏侯再一个大招上去，还是被对面收掉了。哇，其实这个只要是第一波没有冲到鲁班7号的话，那其实后续就很难打了。对。就是 HBSE 这边很着急的想要强行去就是处理掉对方的7号。小加还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，一个人把对面全部都拦住了。拆的挺好的。然后这个鲁班7号其实跑得挺快的，他第一时间先进草。对，进草，然后一直往后跑，这一点都没犹豫的。对，迈得很果断。慢一秒都有可能导致自己这个被留在那。对。但现在确实 HBSE 团战伤害不够呀，而且你照这个进度拖下去，后期桑杰队这边一个女娲，一个鲁班7号，哇，全是后期强力大河。对，因为这套阵容平推一旦打不出来，他正面伤害匮乏的情况下，就特别吃曹操和队友配合去切入，但是曹操对线其实一直被压的，经济并不高。中路的1塔是可以直接磨掉的。哎，这边背回来一下击飞了，但是伤害差的有点多。但这波曹操绕后找狂铁，但是杀狂铁我觉得有点难啊。不掉呀，太能回血了。而且旁边还有根链子，可以直接拉走。中路有线，直接过来推。杨玉环这边清线能力是较弱的，选择了就能直接往前留一下。鲁班7号没有任何的威胁，现在对面的手短，摸不到他。哇，女娲是一个大，对面的射幅差一点啊。我觉得盾山这个点，在这套阵容里面是有一点弱化了他的一个强度。如果他们是杨玉环辅助去打对面这套的话，还有说法，哎，拉回来。秒掉了，对，伤害太高了，闪现过去想要开，杨玉环一个大招补一点伤害，被狂铁拍起来3个，老虎再扑进去，2连击破带走杨玉环。看一下后续，女娲一个大招补了关键的伤害，推一下又收下了，倒了。哇，这一把真的，桑杰队真的是
势如破竹，9分半的时间推到高地，想要一波了，这个速度非常快。他们真的是把自己该打的东西给打出来了。是的，顺着中路的这个兵线点水晶，让我们恭喜桑杰队扳回一局。这个双方1比1战平。10分钟不到嘛，这个直接就推掉了，就主要还是那一波。